你有沒有發現生活裡總有這麼一類人？團隊開會，大家分工領任務，別人拿了一份標準的操作流程，掃了2眼就點頭，順着步驟1、2、3、4，當天下午就乾脆利落的交差了。唯獨他可能在工位上坐了大半天，你好奇探頭過去一看，进度條好像根本沒怎麼動，他還停在第1頁的前2行發呆。很多人看到這個畫面，第一反應就是覺得他執行力差，或者覺得這人態度有問題，在消極怠工。但如果你真去問他，你會發現他根本不是在走神，甚至大腦正在全速運轉。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內傾思考，也就是 TI。很多人把 TI 想象成一台冷冰冰、永遠清醒運轉的高效儀器，但現實裡的他們往往有自己的認知節奏。別人做事，默認前人給的規矩和流程是對的，直接照着往前跑就行。但這類人的大腦偏偏不認默認這2個字。外界扔過來一句話，在別人眼裡只是一個純粹的執行指令，但在他們腦子裡卻是一整套需要重新拆開檢驗的邏輯零件。比如流程上寫着遇到某種突發狀況，統一把文件轉交給出納，普通人直接照做了，但主導 TI 的朋友，比如 INTP 或者 ISTP， 整個人就會在原地停下來，他腦子裡會本能地冒出一連串問號，為什麼是給財務而不是運營？如果這個情況裡剛好夾雜了別的問題，該怎麼處理？當初定這個規矩的人，底層邏輯到底通不通？在把這些基礎問題理順之前，他很難說服自己去機械的、違心的按那一下鼠標。而偏向行動和現實互動的輔助 TI， 比如 ENTP 或者 ESTP， 這種卡頓則表現為對僵化流程的排斥。他們不喜歡悶在工位上做純理論推導，更傾向於直接上手試一下，看看這個規矩到底合不合用，有沒有更高效的解法。如果周圍的人硬按着他們的頭，告訴他們只能按老規矩機械照搬，連一點試錯和優化的空間都不給，他們就會覺得極度低效和別扭。很多人會誤會，覺得他們不按規矩來是在挑戰權威或故意找茬，但事實其實非常簡單，他們的大腦本能地拒絕去假裝相信一件自己沒想通的事，強行讓他們去照搬那些漏洞百出的步驟，對他來說就等於是在一段搖摇晃晃的地基上硬往上砌磚。這種停頓不是對抗，而是他在確認地基到底穩不穩。他們慢下來是因為必須自己把事情想通。那很多人可能自然而然就會想，既然他要想通，那作為管理者、朋友或者伴侶，我耐着性子把每一個細節都手把手給他解釋清楚，甚至坐在他旁邊盯着他做，是不是就能讓他快起来了？現實往往剛好相反，哪怕你給的流程再細緻，只要你開始死死盯着他的一舉一動，規定他必須在幾點幾分用哪種具體的姿勢去交差，他整個人反而會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徹底熄火。這裡面藏着一個很關鍵的生活真相。TI 在處理問題的時候，特別需要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實驗空間。他理解世界的方式，從來不是把別人給的標準答案死記硬背下來，而是必須把這個問題拿進自己的手裡，從最底層的常識出發，自己拆碎了，再按照自己的邏輯親手組裝一遍。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總會反覆提到，給我一點自己摸索的空間就行。這種自由不是什麼不用幹活的特權，也不是小孩子要糖吃的任性，它說白了就是一種對大腦節奏的保護。最讓他們感到舒服的合作方式其實特別簡單，你只需要跟他把大方向說清楚，我們最終要解決什麼麻煩，為什麼這件事情很重要，至於具體怎麼把這件事情搞定，你留給他自己去琢磨。如果你非要站在他身後微觀管理，一會兒挑剔他用的工具不對，一會兒要求他每半個小時匯報一次進度，你其實就是在打亂他大腦裡正在拼裝的那張圖紙。這種時候，主導 TI 會覺得自己的思維被強行打斷，索性把腦子關掉，像個木偶一樣機械地應付你，交出來的東西毫無靈魂。而輔助 TI 會覺得手腳被綁住，那種想在實踐裡快速校準的衝動被徹底掐死，最後只能把精力變成毫無意義的陰陽怪氣或者消極反抗。給 TI 自由本質上是允許他帶着一點試錯的成本，用他自己的節奏去解決問題。一旦你把解題的路徑還給他，不再死盯着他的過程，他反而會給你交出一份不僅解決了眼下麻煩，甚至把後續隱患都順手清理乾淨的漂亮結果。聊到這裡，我們也要聊一聊現實協作中的真實痛點。
很多處於成長早期的 TI 其實很容易在人際和協作中吃虧，因為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事情本身符不符合邏輯上，腦內的推導已經走了很遠，但嘴上卻往往省略了對外界的解釋。他可能會覺得邏輯明擺着是對的，我只要把事情做扎實就行了，何必還要多費口舌去解釋過程？但在真實的現實環境裡，沒有人擁有讀心術。當他埋頭拆解，遲遲不給外部反饋時，周圍的人看不到他腦子裡的精密運轉，只能看到停滯的進度條和沉默的反應。這種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往往會讓外界產生焦慮和誤判，誤以為他在消極拖延或者抗拒合作，於是本能地加大干預力度，頻繁催推進度。而這種來自外部的緊盯和微觀管理，又反過來加劇了他的彆扭感，甚至讓他選擇用徹底的冷淡和封閉來回避溝通。很多早期 TI 經歷的卡頓和摩擦，本質上不是能力問題，也不是周圍人故意找茬，而是他自己腦子裡的邏輯跟外界想要的確定性之間產生了錯位。真正經歷過磨合慢慢成熟起來的人，心裡會多出一份很克制的清醒。他開始意識到，外部環境和協作夥伴需要的往往不是看到你腦內每一步複雜的推導細節，而是在關鍵節點上的確定性與安全感。所以成熟的 TI 學會了在最關鍵的節點上主動把內部節奏翻譯給外界聽。他不再把所有想法憋在心裡，也不會冷冰冰地甩下一句你別催我，而是會盡量用比較清楚的方式跟對方同步進度。比如，這件事情的底層邏輯我還在理，目前卡在某個點上，我先自己再推一下，有進展或需要你拍板的地方，我會及時同步。你先放心，我會按节點給你一個靠譜的東西。當然，現實裡不是每次都有充裕的時間可以慢慢想，很多時候截止時間咬得很死。這時候他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能爭取相對完整的空間就爭取，實在來不及就先給出階段性判斷，同時盡量保住最核心的那部分思考不被完全打斷。關鍵不是必須給我很多時間，而是學會在現實的時間壓力下減少過程被無效干擾，同時讓對方知道事情還在推進。他在非核心的日常協作上願意照顧大家的同步節奏，但在真正需要深挖的專業問題上，他會盡可能用扎實的結果讓周圍的人感到放心。這種空間從來不是靠封閉自己或硬碰硬對抗換來的，它是他們在一次次溝通摸索中學會了主動向外交付確定性，用靠譜的結果在嘈雜的現實裡為自己一點點換回來的呼吸餘地。但有意思的是，當一個 TI 真的通過靠譜的結果把夢寐以求的自主空間徹底爭取到手之後，事情就真的萬事大吉，能高效起飛了嗎？真實的生活往往不是這樣的。很多 TI 自己心裡都清楚，如果某一天真的沒有任何人來催你，沒有任何外部指標和反饋卡着你，那種感覺一開始確實很爽，但時間一長，事情很容易滑向另一個極端。你可能會為了挑選一個最順手、排版最完美的筆記軟件，折騰整整一個下午，或者在寫方案的時候，為了第一段裡一個詞的定義準不準，反覆推敲2個小時，核心的正事卻一點沒動。很多人以為成熟的 TI 就是無所不能的解題機器，其實並非如此。自由對他們來說是必需品，但如果只有絕對真空的自由，而沒有外界真實的阻力、目標和有效反饋，大腦就極容易把龐大的算力花在對細枝末節的過度優化上。主導 TI 的朋友在這種時候容易陷入單向的推導循環，總覺得底層架構還能更優雅，總覺得還有某個微小的邏輯盲區沒有補齊，結果在細節裡反覆打磨，反而拉長了整體的交付週期。而輔助 TI 的朋友情況略有不同，輔助 TI 更像是一個裝在探索系統裡的計時校準器，他們需要跑到真實的世界裡去拋出想法，測試反饋，在行動的碰撞中快速修正認知。如果把他們徹底放空在理論真空裡，或者反過來逼他必須先把所有細節都想得滴水不漏才能動手，他就會覺得整件事索然無味，甚至直接失去行動的動力。所以你看，無論是主導還是輔助 TI 真正需要的自由，從來不是那種脫離現實的絕對放任，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清晰的目標牽引，以及在這個方向下允許自己按照底層邏輯去拆解，在真實反饋中去校準與落地的自主空間。
如果說在獨立做事時 TI 需要提防自己別把算力空轉在細節裡，那麼當他們帶着這套嚴密的思維習慣回到人際溝通的現實場景中時，往往會遭遇另一場更激烈的碰撞，尤其是當氣氛開始變得焦灼，情緒逐漸佔了上風的時候。在生活裡，你有沒有遇到過這樣讓人抓狂的场景？兩個人正在為了某件重要的事溝通，氣氛已經有點緊張了，對方可能只是情緒上頭，隨口說了一句稍微有點誇張的話，或者用錯了一個概念。這時候 TI 往往會突然打斷對方，極其認真地糾正說，你剛才說的那個前提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還有這個詞的意思不是你那麼理解的。對面的人當場就崩潰了，覺得這人簡直不可理喻，冷血又挑剔，完全不顧別人的感受，甚至覺得他就是在故意找茬，想在口頭上贏過自己。但如果你真去問他，你會發現他心裡其實完全不是這麼想的。這裡藏着一個極易被外界誤解的認知習慣。當一個 TI 突然開始在字眼、概念定義或者細小的事實層面上跟你死磕的時候，他既不是想秀優越感，也不是故意跟你抬槓。在他最底層的思維系統裡，有一個非常堅定的認知本能。如果溝通的前提本身就是模糊甚至錯誤的，那後面推導出來的所有結論全都是無效的空中樓閣。在溝通陷入焦灼，對方開始用情緒化語言或者誇張說辭推進話題的時候，多數人的重點是表達情緒和感受，但他們的大腦卻在時刻校對這些話到底準不準。在他看來，既然大家要坐下來把事情解決清楚，那就必須先建立在真實準確的地基上。如果前提裡夾雜着事實錯誤或者邏輯漏洞，強行順着聊下去，對他來說無異於在運行一段注定會報錯的代碼，根本是在浪費彼此的時間。他去糾正那個錯別字，去摳那個用詞的邊界，翻譯過來其實非常簡單直接。我們先把事實對齊，把地基搞扎實，再來聊後面的事。很多時候，周圍的人會把這種較真解讀成傲慢或不近人情，但如果能看懂這類人的思維底色，你就會明白，那絕不是對人的攻擊，而是他對客觀事實的一種本能執着。比起虛浮的情緒共鳴，他更希望用清晰嚴謹的邏輯，幫彼此在混亂中找到真正能夠落地的共識。聊到這裡，我們不妨來看一看一個 TI 慢慢走向成熟，真正舒展開來的時候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它不會變成一個永遠不犯錯的機器，更不會變成一個圓滑世故、徹底放棄原則的人。上一章我們看到，年輕的時候，這類人常常在證明自己是對的和被迫妥協之間反覆拉扯。但真正走過那個階段的人，會意識到一件至關重要的事實。這個世界上絕大部分有價值的事情，在剛開始的時候都是充滿毛邊、不講邏輯，甚至是亂七八糟的。成熟的 TI 終於放下了那種必須等一切都完全理順才敢出發的執念，他開始允許現實世界有一點不合理，也開始允許自己在理解一件事的過程中走一些看似愚蠢的彎路。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他從此就徹底輕鬆了。即使到了這一步，偶爾還是會忍不住在某個細節上多停留一會兒，或者在溝通不順時重新感到別扭。只是他現在更清楚，這些反覆是正常的，也知道怎麼更快地把自己拉回來。在面對團隊和身邊的人時，他不再冷漠地扔下一句“你別管我”，而是學會了多給別人一句清楚的交代。他會很平靜地跟對方說：“這事兒我心裡有數，你給我2天時間讓我自己搗鼓一下，周5下午我給你一個靠譜的結果。”你看，就這麼一句簡單的大白話，既給別人吃了定心丸，又悄悄替自己爭取到了最寶貴的探索空間。他不再覺得社会的規則是用來壓制自己的牢籠，而是把它當成了一種工具，在非核心的事情上順水推舟，在真正重要的問題上深挖到底。當一個 TI 不再把精力消耗在無謂的對抗中，也不再把自己困在追求極致完美的泥潭裡時，那種沉澱在他骨子裡的洞察力才會真正慢慢發光。他會變得相對鬆弛一些，既能在紛亂的現實裡站穩腳跟，又能在自己的節奏裡把事情想清楚。這種自由不是別人施捨給你的特權，而是你在看清了世界的複雜之後，依然選擇相信自己的思考，一步一步給自己掙回來的底氣。好啦，今天的內容先聊到這兒。你在生活或工作裡也有過這種必須自己想通才肯往前走的卡殼時刻嗎？歡迎在評論區聊聊你的真實經歷。
這裡是貝貝思維超進化 Max， 一個陪你探索內心、讀懂世界的地方。我們下期再見，拜拜啦！